不怎么样嘛，就是叫的声不怎么大。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到底为什么这么对我？真没想到啊，高高在上的乔家大小姐，父母捧上掌心的宝贝，你还有这个样子？乔叔叔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道说……没错，你父母惨死，你被人凌辱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找人做。怎么样啊，姐姐，是不是感到很意外？乔叔叔，你虽然是乔家养女，但爸爸一直把你当亲生女儿对待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把我当亲生女儿？把我当亲生女儿，分配家产的时候会只给我3根火柴吗？爷爷，爷爷，这老东西都要死了，还非把我叫回来干嘛？真是晦气！乔叔叔，爷爷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这么说话？我快要死了，这张银行卡和火柴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就给你们2姐妹继承吧。爷爷，我什么都不要，我只要你好好活着。长幼有序，初月，你是姐姐，你先选吧。你是选1000万资产的银行卡，还是火柴？什么长幼有序？你是老不死的，我看你分明就是偏心！叔叔，你闭嘴！家里欠了很多钱，朱叔花钱没有节制，他要是继承了银行卡，应该会马上花光的。爷爷，我选择银行卡。乔竹玉，凭什么所有人都偏爱你？就因为你是亲生的吗？抢走了我亲爱资产，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不过，你应该想不到吧？这3根火柴可以实现3个愿望。第一根火柴，我许愿你父母双亡；第2根火柴，我许愿你被人凌辱致死。现在，这第3根火柴，我许愿，我有花不完的钱。我这是重生了，重生到了继承遗产的现场。长幼有序，初月，你是姐姐，你先选吧。你是选1000亿资产的银行卡，还是火柴？上辈子我虽然继承了1000亿遗产，但乔竹叔却利用火柴许愿，害得我家破人亡。这辈子我一定要改变命运，让乔竹叔受到惩罚。爷爷，我选择3根火柴。啊！朱玉，你是不是选错了？朱月，爸爸初创的公司刚上市，你妈妈的身体也不是很好，正是要用钱的时候。朱叔花钱没节制，他继承遗产肯定会全都花光的。我没选错，我就要选3根火柴。朱月，现在不是胡闹的时候。爸妈，妹妹她从小无父无母，好不容易才被我们收养，实在是太可怜了。所以这1000亿资产我1分都不要，全都给妹妹。好孩子，我知道你心善，可是你继承这1000亿遗产后，可以分给你妹妹一半。对呀。好孩子，听爸爸的，继承这1000亿遗产，你就选择这1000亿遗产吧。快点！可上辈子就是因为我选择了1000亿遗产，我们家才家破人亡。啊！
谢谢姐姐宽宏大量，等你穷的上街讨饭的时候，我会赏你2块馒头的。乔竹顺，你还真是死性不改。这辈子就让这根火柴终结一切吧。竹月，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了？爹爹还没过世，你怎么就点蜡烛了？反正医生都说了，他本来也只剩1口气了，我们才把他给拉回来的。姐姐提前点蜡烛，也没什么不对的吧？爸，儿子不孝，一直瞒着没和你说。今年的行情不好，我的公司已经欠了很多钱，就快要倒闭了。求你看在我们父子一场的份上，重修改遗嘱吧。是啊，爸，你平时不是最疼竹韵了吗？你生病也一直都是竹韵在照顾你，你就看在竹韵的份上，帮帮我们吧。爸妈，我可以帮你们。现在能帮我们的，就是让你爷爷修改遗嘱，你爷爷就快不行了。要我说呀，这老不死的早该死了，有什么可伤心的？还不如早点死呢。完了，全完了！死得好呀，死得好呀！乔竹叔，你怎么这么狠心啊？这是从小照顾你的爷爷。我只是个养女，论血缘关系来看，他可不是我爷爷。乔竹叔，这辈子我一定要让你付出代价。哼！你们是谁？来这里干什么？你，嗨！你们是谁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哟，老乔，看不出来你这大女儿还挺有姿色的嘛。乔竹月，连小混混都只能注意到你，只要有你在，我永远都是出不了头的丑小鸭。哼，我欠你的钱肯定会还的，求求你再宽限几天，不要伤害我的家人。老东西，你他妈都欠多久了还不还？告诉你，今儿必须还，不然……住手！这钱我们能还，只要你们再宽限一些时间。对，我小女儿刚继承了一笔遗产，等做好遗产交接，我们立马还钱。行，这次放你们一马，给你们3天时间，3天之后拿钱还债。要是还不上，你们拿你大女儿抵债吧。走。走。现在这第3根火柴，我许愿，我有花不完的钱。竹叔，妈妈知道你本性不坏，只是性子骄纵了一些，就当妈妈求你了，从遗产里拿出一部分还债，好不好？我只是你们的养女，凭什么替你们还债？乔竹叔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乔竹月，你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你们亲生女儿不是继承了3根火柴吗？就让她用3根火柴帮你们还债吧。畜生！乔竹叔，如你所愿，让我用3根火柴还债吧。媳妇儿，媳妇儿。妈，你怎么了，妈？他本来身体都不好，再加上急火攻心，这才晕了过去。医生，我妈的病严重吗？病人如果及时手术，情况应该能稳定下来。要是再拖下去，恐怕会有脑溢血的风险。病人突发脑溢血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请你节哀。妈，
爸已经走了，求求你不要走，别留下我一个人。妈，这辈子我决定一定要救你。这是医药费，你们结清就能手术了。10万？我们家现在怎么拿得出10万？你来干什么？我觉得你们可能需要我，所以我就过来了。朱叔，你一定是要来给我们来送医药费的，对吧？爸爸知道，你以前就是一时任性，心里还是关心我们的。我知道你们缺钱，所以我特意找花店买了一束最好的花，来祝我的养母早日康复。爸，老头，你可小心着点儿，别被气出脑溢血，到时候让我亲爱的姐姐怎么办呀？乔朱叔，你个白眼狼！那又怎么样？我现在可是千亿富豪，而你们只是3个穷光蛋。你真的以为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吗？乔朱叔，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。朱月，爸爸算过了，要是我们把家里东西都卖了，再去卖点血，应该就能凑齐你妈妈的医药费。别太担心，爸爸不会让妈妈有事的。喂，老东西，昨天忘记告诉你了，钱可以推迟3天换，但利息要翻倍。要是还不出来，就拿你女儿抵债。你看，能再宽限几天吗？医生，如果把我的血都卖了，能卖多少钱？求求你了，医生，我现在真的很需要这笔钱，我给你跪下！爸，你别这样。看来要不了多久，你们就要家破人亡了。亲爱的姐姐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要怎么不放过我。不能再这样下去，今天我必须要完成第1次许愿。这场闹剧是时候该终结了。我许愿，让爸妈一夜暴富。病人情况很稳定，有很大概率今天能清醒。要是能及时接受手术，以后脑溢血的风险也会降低很多。医生，你放心，就算是把公司卖了，也一定凑齐手术费的。妈，你终于醒了。老乔，公司是你毕生心血你千万不能卖呀！好，不卖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有手有脚的，大不了让公司多接几个项目，咱们总能还清高利贷的。当时你没拿家里1分钱，一穷2白自己创业，
才撑起了这个家。现在，咱们虽然欠了债，可还有公司在。我们一定能东山再起的。爸妈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只要咱们家好好的经营公司，咱们以后一定会过上好日子的。什么？公司起火了！不仅把所有东西都烧没了，还烧了别人家的商铺，我们要倒赔别人几千万！怎么会这样？这不可能！都是因为你，非要继承这3根火柴，我们家才会这么不吉利。乔竹韵，这都是你的错！几千万，现在公司也没了，我们拿什么还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这辈子我也要家破人亡吗？曹小姐，你的停尸费已经拖欠很久了，您还是赶紧找个殡仪馆火化了吧。求求你再宽限几天吧，我父母死得蹊跷，我一定要查清楚真相。有什么蹊跷的？依我看呀，你爸就是公司破产，打击太大，所以跳楼自杀了。至于你妈妈，老公都自杀了，她承受不住，突发脑溢血去世，不也很正常吗？你胡说，乔竹叔，这里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的好姐姐，我可是来帮你的。这是停尸费，乔竹叔，你有这么好心？给我把这2个晦气的东西拉出去火化了！乔竹叔，你还是人吗？爸妈的死因还没有调查清楚，你现在就着急着把他们送去火化，你这个畜生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姐姐，你现在像条狗一样，你又能把我怎么办呢？而且，你爸妈马上就要变成灰了。爸妈，放开我！爸妈！我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，绝不能像上辈子那样家破人亡。听说你们家公司破产了，那这高利贷你们准备怎么还呢？不是，还剩1天吗？放心，我肯定会还上的。老东西，你们家公司都被火烧了，你准备拿什么还债呀？要不直接拿你大女儿抵债吧。去，放开我！别碰我女儿！哼，你别打了！老乔，老乔！你别过来啊！你们再过来，我就鱼死网破了！明天我们一定还清。行，我就最后再给你们一次机会。明天你们要是再还不上，你们不仅要拿大女儿抵债，老子还要剁了你们的手！走！女儿，都是爸爸不好。就算是爸爸，就算是死，也会保护你的。爸，
我多想让你好好活，我不想像上辈子那样家破人亡。老乔，老伴儿，我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为什么我的心愿还是没有完成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要不要再划一根试试？难道是我使用的方式不对？要不我们还是再求求竹叔吧。他从小在我们家长大，肯定不忍心看着我们被剁手。我们3个人一块劝他，说不定他会心软的。妈，乔竹叔不会借钱的，你们不要再抱有幻想了。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吗？如果不是你当初选这3根火柴，我们将会变成这样吗？好了，竹韵，你就别再添乱了。什么事儿啊？竹叔，爸爸妈妈遇到一些困难，你能借给我们3000万吗？还不上债，债主就剁爸爸妈妈的手了。这就是你们借钱的态度？竹叔，妈妈求求你了，妈妈给你跪下。妈，你身体不好，你不要乱动。乔竹叔，我求你，你看在爸妈养你一场的份上，求求你借我3000万。姐姐，这可是爷爷给我的遗产呀，我可不能乱花。爸妈，要怪就怪当姐姐的选了3根火柴吧。哎，不说了，我要试试我新买的珠宝，顶级苏母绿，要5000万呢。竹叔，竹叔！钱要花给值得的人，一只小鸟3000万。白眼狼，我们养了一个白眼狼！妈，老婆，你不要吓我，妈，妈，老婆，妈。还好治疗及时，没有引起脑溢血。要是再受刺激，就危险了。谢谢医生。你们还是尽快集齐手术费吧，不能再拖了。老乔，我的那些嫁妆还值点钱，你把它给卖了吧。那怎么行？那可是岳母留给你的遗物啊！东西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留着遗物有什么用啊？可是我不怕被剁手，可是我怕竹韵被那帮混蛋糟蹋。老乔，你就听我的吧。好，妈，竹韵，刚刚是妈妈没有控制好情绪，妈妈给你道歉。不，都怪爸爸不好，连累了你们。不，都是我的错。妈，爸，我不配你们这么对我，都是我太没用了，重活一世，还是没能保护好你们啊！竹韵，竹韵！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难道我又选错了？还是最后一次？我到底要不要试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小姑娘，我赶着去面试呢。面试？对呀，饭店招人，包吃包住，月薪3000。你看，不说了啊，我先走了。
您好，请问这里还招人吗？是来应聘的？对，你可看清楚了，我这招的可是服务员，就你这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是哪家有钱大小姐，你能吃得了这份苦吗？我们家欠了很多钱，我妈妈还生病住院了。老板，求求你，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，我给你跪下了。哎，行了行行，试工期3天，干不好就滚蛋，我1分钱都不会给你。谢谢你，老板，我一定会努力工作的。哎，先打扫卫生吧。在这里工作，方便照顾我妈妈，家里情况糟糕，即使月薪3000，也能减轻一些负担。哟，欢迎光。哟，这不是堂堂乔家大小姐吗？怎么沦落到来当服务员啊？乔支书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乔主任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身为服务员，你就这样对待客人？你要点什么？菜单上的菜全部来1份。这么多你吃得完吗？乔主任，我可是千亿富豪，吃不完我就打包喂狗。乔主任，你怎么回事？连这点事都做不好。哎呀，真对不住，这桌小费我请客。老板，我可是千亿富豪，你觉得我在乎你这点钱吗？那您想？我要这个人给我鞠躬道歉。乔支书，刚才明明是你故意踢我。乔主任，你还想不想干了？我不能失去这份工作。对不起，是我不好。现在可以了吧？站住！请问你还有什么事？乔主任，我那个价值5000万的祖母绿项链不见了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？我怎么知道你的项链在哪里？乔主任，你该不会是嫉妒我成了千亿富豪，所以偷偷偷了我的项链吧？乔支书，你不要血口喷人！我血口喷人？我可是千亿富豪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值得我去污蔑你？老板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。哎呀，这位小姐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盗窃这个事情没有证据，可不好乱讲。证据？搜索他的身不就知道了？你别过来！为什么事情越来越糟糕了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有时候，愿望就是会和命运相反。相反？难道是我向火柴许愿的方式不对吗？这样，我饭店有监控，要不然调监控看看再说。老板，你可要想清楚，我可是千亿富豪。如果真的是你这个员工偷了我的项链的话，只要我一句话，就能让你这个饭店开不下去。小朱月，你现在被解雇了，滚蛋！哎呀，姐姐，我好像找到了我的项链，我好像一不小心冤枉你了。你是故意的，从一开始你就想让老板解雇我。那又怎么样？乔主任，我现在可是千亿富豪，只要我想，你们乔家任何人一个人都找不到空间。你想活活困死我们？那又如何？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，乔家的结局都只有死路一条。哼！为了我的病，辛苦了。没事的，老婆，我有手有脚，大不了去搬砖，
只要我努力工作，肯定会东山再起的。怎么了，老强？是不是关节炎又犯了？没事，我身体好得很。你放心，我明天就去工作。身为一家之主，我一定会撑起这个家的。可是，乔竹树是不会让我们找到工作的。再这样下去，乔家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。为什么事情越来越糟糕了？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有时候，愿望就是会和命运相反。乔家已经被逼上绝路，事已至此，只能试试看。我许愿，爸妈半身残废，一生穷老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好痛啊！哎呦，我的腿也是。我的腿好痛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腿，我的腿！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。医生，我爸妈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难道又和许愿火柴有关系吗？具体成因我们也不知道，这种病例别说是我了，就连我们师爷都没见过。那我爸妈的腿还能治好吗？病情恶化的很快，要立刻准备截肢。什么？妈，你不要吓我，老婆妈！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？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医生，我爸妈怎么样了？截肢手术倒是很顺利，但是您母亲的脑溢血。医生，我母亲的脑溢血怎么样了？你快说呀！我们已经尽力了。脑溢血的后遗症一般都是终生的，你要做好你母亲偏瘫一辈子的准备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该许下第二个愿望，都是我的错。请你节哀，还有手术费，你尽快想办法结清吧。哎呀，今天最后一天了，钱凑齐了没有？要是还不上，老子剁了你们的手！他们刚做完截肢手术，还在昏迷当中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截肢了？病人病情恶化的很快，我们不排除是传染病的缘故。传染病？我们不会有事吧？大哥，我们还是赶紧做个体检吧。走。走。哎呀，爸妈，我该怎么样才能救你们？对不起，朱月，爸爸妈妈拖累了你。你从小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哪干过这种照顾人的事儿啊？不，爸妈，明明是我连累你们。第一次，我许愿的是好事，但好事却变成了坏事，所以第二次，我许下相反的愿望，但坏事却成了真的。这哪里是许愿的火柴？这分明是潘多拉的魔盒。可是，不许愿，现在已经是死路一条了。第三根火柴是我和爸妈唯一的翻盘机会，第三个愿望我究竟该怎么许啊？你好，
这是您订的病号餐，谢谢。您欠的餐费请尽快还清，要不然今晚就没饭了。好。怎么了，楚月？没事，爸。我就算去捡破烂，也要让爸妈吃上饭。捡了一天，终于攒了这么多，把这些瓶子卖了，爸妈中午的伙食费就有着落了。我的好姐姐，你怎么沦落到捡破烂了？乔助说，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听说爸妈双腿截肢了，我身为他们的养女，当然是来看望他们的。可惜他们好像不太欢迎我。乔助叔，你又来做什么？你是故意来气我们的吗？爸妈，我知道你们最近过得不好，所以特意带了一笔钱过来。你会有这么好心？我虽然只是一个养女，但是我们毕竟也是一家人，这笔钱可以给你们，只不过会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要你们和乔竹韵断绝关系，只要你们只当我一个人的爸爸妈妈，我不仅会支付你们的医疗费用，并且也会给你们养老。不可能！乔助叔，快滚出去！你给我滚！乔竹韵，凭什么爸妈这么爱你？就因为你是亲生的吗？既然这样，我就要把你唯一的东西也夺走。什么？你已经见过爸妈了？你对他们做了什么？我当然是来给他们送治疗费的。不可能，你能有这么好心？我告诉你，只要他们同意和你断绝关系，我不仅给他们支付治疗费，我还帮他们养老。可惜他们拒绝了。爸妈，你们竟然……乔竹韵，要我说，你就是个丧门星。要不是因为你，爸妈也不会遭受这些。乔助说，之前爸妈遇到难处的时候，你处处羞辱刁难他们，你现在又来装什么好人？我看你分明就是针对我，想要抢走我最后一点东西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抢走你的父母。乔竹韵，像你这样的人，只配孑然一身，像狗一样悲惨的活着。乔助说，你真恶毒。不过，就是因为你抢不走，所以才在这里无能狂怒，不是吗？乔竹韵，你别得意，我没工夫跟你闲扯。乔助说，请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父母。乔竹韵，你给我等着！喂，监控是不是找到了？今天我就要乔竹韵众叛亲离！滚出去！竟然还敢回来！爸妈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还有，乔助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为了让爸妈看清你的真面目。你胡说什么啊？什么真面目？我许愿，让爸妈终身残废，一生穷苦。我说和你爸这几天怎么这么倒霉？原来一直是你在诅咒我们。竹韵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爸妈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我没有要诅咒你们。爷爷给我的火柴有许愿功能，第一次我许愿让你们暴富，结果你们破产了，所以第二次我才会许下相反的愿望。你是说你继承了那3根火柴？但火柴许愿这种事情有些太匪夷所思了吧？如果它只是普通的3根火柴，老爷子为什么要特意让我们继承呢？你的意思是，无论许什么愿，都会带来灾祸？你分明就是在撒谎！那个是你亲爷爷，怎么可能会留这种东西？我看呀，你根本就是存心诅咒。我没有，我为什么要诅咒我自己的亲生父母？因为你觉得爸妈破产拖你后腿，
所以你心怀诅咒。你血口喷人！乔竹韵，我以后再也不想见到你。你走，赶紧给我走！乔竹韵，你这个扫把星，只会给爸爸妈妈带来不幸。从今以后，大妈的亲生女儿就只有我一个人。乔竹叔，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，对不对？是我逼着你向三根火柴许愿的吗？从你选择的三根火柴开始，这一切不都是你自愿的吗？我亲爱的好姐姐，你继承了三根火柴，这就是你的代价。哼。是你好啊。乔竹叔对待火柴的态度很奇怪，难道他对火柴做了一点手脚？上一世他恨透了爸妈，可是这一世他却主动接近爸妈。不行，我一定要搞清楚这一切的真相，不能让上一世的悲剧重演。王侦探，我想请你调查一件事情。瞧点，我的侦探费可是很贵的，你家似乎破产了吧？侦探费付得起吗？侦探费多少？看在你是小姑娘的份上，我也不多收，一口价50万。什么？什么？乔家不是破产了吗？哪来的50万？该不会是你借的吧？这个不用你管，我是想让你调查一下三根火柴有没有被人动过手脚。爸妈，我已经派人去调查了，事情很快就会真相大白。什么人？我亲爱的姐姐，你怎么会来我家啊？乔竹叔，这明明是我家，是吗？可是你爸妈都已经不认你了，这还能算是你家吗？这是你挑拨的，等爸妈反应过来，一定会感觉到不对劲的。是吗？可是爸妈都已经把你的房间给我了。你说什么？姐姐，你在这个家连你的房间都没有了，那这还能算是你家吗？我不相信，一定是你胡说八道，爸妈不会这么对我的。是吗？那这是什么？这是我18岁成人礼时爸妈送我的礼物，我很喜欢，一直都把它锁在柜子里。现在你的房间和小熊都是我的，但是我可不稀罕你这个小熊。乔治叔，你干什么？你住手！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！那你倒试试看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能让我付出什么代价。乔助叔，乔助叔！为什么会这样？这是秃鹫，黑市上有名的亡命之徒。上一世，我继承千亿遗产后，
就请了秃鹫来做我的保镖。他办事很利落，但是他有一个习惯，喜欢留下自己专属的星星印记。难道……喂，王侦探，查清楚了，火柴没有被人调过，你的妹妹也没有碰过火柴。可是有一件事……什么？前几天有个大股东要给你的父亲投资，但是在来的路上被人把钱接走了。我查了一下，就是你妹妹雇人做的。他雇的人是不是秃鹫？你怎么知道？原来是这样，我终于明白，其实我的愿望早就实现了，是乔主书恶意误导我，让我以为愿望会以相反的方式实现。其实我只要许下愿望，火柴都会帮我实现。乔竹树，第3个愿望我已经许下，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乔主任，你到底许了什么愿？怎么，你很好奇吗？是啊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许了什么愿，把你变成了现在这个鬼样子？我的脸！姐姐，你怎么一夜之间老了70岁啊？这不可能是真的，一定是我看错了。不可能！我明明已经搞清楚了火柴许愿的规律。是啊，姐姐，火柴可以让人实现愿望，可是你怎么许愿变成了个丑八怪？难道你有什么恋老癖？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不是你有了什么邪术？是不是你用了什么邪术，把报应全都反弹到我身上了？姐姐，对付你根本就用不到什么邪术。实话告诉你吧，其实啊，我也重生了。你说什么？那所有的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我想你一定很好奇吧，虽然我重生了，为什么还会放任你把火柴寻走呢？没错，你就不怕我利用火柴的事情报复你吗？姐姐，你现在一定很恨我吧？你的第3个愿望一定是让我生不如死，可是我现在就好好的站在这儿，反倒你变成了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火柴的确能实现你的愿望，不错，可是相应的，它也会遭到反噬。上一世我许愿让你和爸妈惨死，不久之后我就遭到反噬，全身溃烂，痛不欲生。所以用火柴许愿是会被反噬的，是吗？没错，所以这一世就是让你把火柴取走，然后你许愿遭到火柴反噬，在痛苦中苟延残喘。姐姐，这将会是你未来10年里最开心、最快乐的时候，就让我来帮你记录一下吧。往后10年，我会变成什么样？未来的10年，你全身从上到下，从骨头到头发，都会一点一点溃烂。你将会在剧痛中煎熬度日，求生不得，求死不得。不过放心，姐姐，这一世我会给你找最好的医生，用最贵的药，让你每时每刻都保持清醒，这样也对得起我们之间的姐妹情谊。当年爸妈把你领回家的时候，小小一只，
只会跟在我屁股后面喊姐姐。我给了你一颗糖，我差点哭了出来。你说以后赚钱了要给我买好多好多零食，那都是因为我眼瞎，以为你会真心对我。从小到大，你和我的吃穿用度一模一样，甚至很多时候你的都要比我好。乔主书，我们家到底哪里对不住你？那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从小到大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张会勾引别人的脸。我勾引谁了？陆丽青，勾引的人太多，连自己都忘了。乔主书，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从没有做过你说的那些事。高中那年，我认识了一个富二代，我们两个聊得特别好。可是有一次，你找他说过话之后，他就再也不理我了。乔主任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现在早就已经嫁入豪门了，根本就不用留在这个家受尽白眼。那你知不知道他家是做灰色生意的？没多久之后，就因为犯了罪，全家都被关了进去。我劝他离开你，是为了保护你啊！你胡说！肯定是因为你嫉妒我，明明就是你见不得我好。不过你现在的样子，再也勾引不到别人，反而别人看到你，只会觉得作呕。真是不好意思，我昨天点燃的只是一根普通火柴，而真正的第3根火柴，我还没有用呢。我的好妹妹，我还有第3个愿望，你猜猜我这一次会许什么愿？你就不怕遭到反噬吗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是没有弄清楚。你上一世遭到反噬，是因为你用火柴许愿害人，而单纯的许愿是不会遭到反噬的。我可是亲耳听到，你许愿让爸妈双腿残疾，穷苦一生。那是因为我受到你的误导，以为愿望会以相反的方式实现。我主观上并没有害人的想法，而我刚刚假装受到反噬，是想骗你说出真相。你刚才所说的一切，爸妈都全部听到了，他们都已经看清楚了你的真面孔。而现在，我要用这真正的第3根火柴，让你血债血偿！火柴给我！我许愿，让你全身溃烂，不得好死！你上一世已经因为诅咒别人而不得善终，你这一世还要诅咒别人，你就不怕遭到反噬吗？哎呀，我可没诅咒你，我是说错了。我本来是要许愿让姐姐永葆青春，家庭美满的，可现在火柴已经灭了，愿望已经许完了。姐姐，对不起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姐姐，你最善良，一定会原谅我，对吧？第3个愿望，我希望爸妈健康长寿，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。一根火柴只能许1个愿望，我已经许过了。你的这个愿望啊，就留着下辈子慢慢许吧。你不会以为我真的傻到拿出第3根火柴，傻乎乎的让你抢走吧？我刚刚点燃的这一根，才是真正的火柴。你竟然敢骗我！姐姐，你已经家庭美满幸福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对我？你说这样的话，不觉得恶心吗？有火柴有什么了不起？就算我没有火柴，你也依旧不是我的对手。进来！
小姐，有什么吩咐？听说你最会折磨人，再硬的骨头也能被你调教成一只狗。我要你用汽油烧光他的脸，再给我狠狠折磨他。遵命。乔竹月，上辈子你争不过我，这辈子也一样。废物！你瞎了吗？我让你把他搞毁容，不是把我搞毁容！哼！老子行走江湖几十年，第一次遇见敢白嫖的。我可是千亿富婆，怎么可能会白嫖？你雇我帮你做事情，给了我1箱金条。我本来以为你是个大方的有钱人，可是我刚才发现那些金条竟然都是巧克力。我的好妹妹，看来我许的第3个愿望已经开始生效了。哼，你把老子当傻子耍，还敢骂我是废物？不是我干的，是他许愿用火柴把金条变成了巧克力。什么诅咒？你以为你是童话世界的公主吗？让我来帮你好好清醒清醒。不要！我有钱，我有钱！哼！爸妈，竹韵，你没事吧？对不起，竹韵，之前是爸爸妈妈误会你了。爸妈，我没事，你们放心。喂，我要报警！幸福小区发生一起故意伤人案件。走。感谢你热心举报，让我们成功抓捕国际罪犯秃鹫。这是奖金。太好了，这次终于好起来了，就是不知道爸妈的腿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。喂，乔小姐，好消息，我们医科院有新型生物假肢研究，您的父母被选中第一批志愿者了。新型生物假肢研究？对，这种生物假肢可以完美的跟人体融合，能跑能跳，和原先的双腿根本没什么两样。你那天愿意尝试吗？我们愿意。好了好了，我又能走了。我也是。太好了，爸妈，你们身体终于好了。就算公司经济不景气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喂，您是乔总吗？是啊，贵公司的项目我很看好，我可以入股吗？可以，当然可以。乔总爽快，一会儿我把合同送到您公司，先给您打1个亿到您账上。好，欢迎入股。妈，今天晚上我们吃什么菜呀？妈妈给你做一个油焖大虾，再做一个蒜蓉油麦菜。发财了！怎么了？公司的项目踩上了风口，赚了一大笔钱。太好了，爸爸，那我们欠的钱是不是能够还清了？何止，已经全部还清了，还剩下一大笔。预计咱们公司这个月就能上市。太好了，我们终于熬出头了。老乔，你做到了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你。对了，老乔，医院来电话了。医院？是关于生物假肢的事吗？是竹叔的事情。医生说，竹叔快不行了，他想见我们最后一面。吴健，这个丫头差点把竹韵害死。老婆，你难道心软了吗？我也是这样想的。不见也好，咱们对竹叔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妈，乔竹叔在哪个病房？
爸爸妈妈，你们终于来了！我真的知道错，怎么是你啊？竹叔，你不是错了，你是知道害怕了。所以呢？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吧？不管你信不信，我是真心来探望你的。包括耗子假慈悲，只要我死了，你就是千亿遗产顺位第1继承人。我看你分明就是冲着钱来的。爸爸的公司上市了，我们家里的债也还清了，我们的钱够用。还有人会嫌自己钱多的？我来是想问你一件事，竹叔，我的妹妹自从你来到乔家后，可曾对我们有过一丝真心？现在问这个还有意思吗？不管你相不相信，我之前都是真心把你当妹妹看的。我看你分明就是来恶心我的。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好自为之吧。他竟然还记得我喜欢白玫瑰。姐姐，为什么人去世了非要送菊花呢？我不喜欢菊花，我喜欢白玫瑰。姐姐，等哪天我去世了，你就送我白玫瑰好不好？胡说，我们要长命百岁，做一辈子的好姐妹。再见了，姐姐。再见。哎呦，我这手上的资料还没看完呢，爸，你怎么又搬来这么一堆啊？爸爸还不是为了你好。啊，你是公司唯一的继承人，你爸爸也是希望望女成凤嘛。再说了，那个商学院研究生含金量很高的，你去进修一下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学成回来就能继承公司了。哎呦，可是那个研究生真的很难考。爸妈相信你，你一定能考上的。太好了，我终于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且让我故意留下一个约定。喂，您好，请问是乔珠韵小姐吗？我是乔珠书小姐的律师，您的妹妹乔珠书刚刚过世了。我知道了。乔珠书小姐去世后，您是遗产的唯一继承人，请问您什么时候有时间，我来找您办理一下手续？我最近都有空。对了，律师，乔珠书有什么遗言吗？遗言没有，不过乔珠书小姐过世前握着床头的玫瑰花看了很久。我知道了，葬礼的事就交给专业的公司打理吧，我们家就不出面了。好。爸妈，竹叔过世了。恭喜您，乔珠韵小姐，正式成为千亿遗产继承人。我就先走了，有什么问题咱们随时联系。爸妈，这笔钱我想捐出一部分做公益。做公益是好事，爸爸支持你。那你想做什么类型的公益啊？帮助孤儿的。我不想要更多的孩子步竹叔的后路。喂，喂，你好，您是乔珠韵吗？是。恭喜你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了。真的，谢谢谢谢。爸妈，我考上商学院的研究生了。等你读研回来，就来公司当高层。不，我学成归来后，我要从基层做起，不能好高骛远。我也是时候抛弃过往，大步的往前走了。